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广川庆裕所著的《最大化提升大脑潜能的饮食》这本书。通过更新生锈的大脑，沟通能力将会提高，精神状态将更加稳定，思维也会变得更加的清晰。这本书特别适合那些想要大幅提升记忆力、集中力和判断力，并且重新找回敏锐思维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享受这本书的内容，并学习如何通过饮食将大脑的潜在能力发挥到极限。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引发大脑炎症并迅速恶化思维能力的最糟糕食物；第二，保持一生不得老年痴呆，提升最大化大脑性能的终极食物。首先是第一部分，引发大脑炎症并使思维迅速恶化的最糟糕食物。在本视频中，我将直接告诉大家哪些食物会让你的大脑变得越来越迟钝。同时，我们也会探讨通过改变饮食习惯，吃哪些食物可以恢复思维敏锐度，提升大脑最大化性能。在这个过程中，饮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有3个关键点：一、提供大脑所需的能量。如果大脑缺乏能量，它会进入休眠状态，功能也会大幅下降。2、供给大脑和身体细胞的材料。即使到90岁，大脑仍然可以不断产生新的细胞，而脑功能也深受血流和血管健康的影响。为了维持新陈代谢，必须从饮食中持续摄取细胞的材料。3、远离导致大脑和身体老化的原因。摄取含有抗氧化物质的食物，有助于预防大脑和身体的氧化老化。在理解这3大功能的基础上，接下来会探讨最大化激活大脑潜能的最佳食品和最佳饮食方法。不过在此之前，我必须先介绍一下引发大脑炎症并迅速恶化思维的最糟糕食物。毕竟，即便摄入了再好的食材或采用了再健康的饮食方式，如果同时也摄入了这些糟糕的食物，你的大脑和身体依然会逐渐老化，全身的炎症也无法避免。本书中介绍了绝对需要避免的食材，主要有以下2种：一、糖类；2、劣质油脂。作者认为这2种食物是引发大脑炎症并损害大脑功能的最坏代表。其中，糖类是引发炎症的典型食物。终末糖化产物 AGEs 就是因为糖类摄入导致体内糖化反应发生，从而引起炎症。这些炎症会进一步破坏体内的蛋白质，形成炎症和糖化的恶性循环，因此减少糖类的摄入量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像 Omega-6 这样的劣质油脂也是引发炎症的原因，它在沙拉油等日常食用油中含量丰富，现代人的饮食中往往摄取过多。虽然 Omega-6 能激活白细胞，帮助免疫系统抵御外来入侵，但过量摄入会导致白细胞过度活跃，从而攻击自身组织，甚至引发慢性炎症，最终导致衰老。作者的诊所会为痴呆症患者进行一些检测，其中一项是 CRP 测试，用来测量体内的炎症水平。很多患者的 CRP 数值远超正常范围，表明轻度炎症在体内持续存在。研究显示，慢性轻度炎症会增加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风险。甚至有假说认为大脑炎症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成因。放任体内炎症不管，会加速动脉硬化及血管老化，最终影响全身的衰老。为了避免这一可怕的结局，首先要减少劣质油脂的摄入，避免引发炎症。通过控制糖类和劣质油脂的摄入，可以有效防止大脑和身体的退化。关于劣质油脂的摄入问题，大家可能已经了解了。作者认为，人体每天所需的糖类摄入量大约是半碗米饭，约30克。很多人可能对此感到惊讶，但接下来我们会详细解释，为什么作者认为30克糖类摄入量足够。大家都知道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您是否听说过所谓的 PFC 平衡呢？ PFC 平衡指的是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一般认为，这个比例应该是2:2:6，也就是说，通常建议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占比最大，
然而，作者断言这种普遍流行的 PFC 平衡并不适当。实际上，有研究表明，按照这一营养平衡摄入饮食的人群中，糖尿病的发病率有所增加。有人认为，这种 PFC 平衡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多，因此作者提出，人类真正需要的营养平衡应该参考石器时代人类的饮食比例，蛋白质占3，脂肪占6，碳水化合物占1，这才是更合理的比例。换句话说，目前普遍流行的营养平衡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过多，而脂肪摄入量则严重不足。虽然碳水化合物常被认为是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许多人担心，如果不摄入碳水化合物，可能会导致能量不足、身体乏力。尤其是大脑消耗了人体20%的能量，而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大脑只能利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因此很多人在基础教育阶段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为了大脑健康，必须摄入碳水化合物。然而，事实证明，这其实是错误的。当人体处于能量不足的状态时，会自然启动体内的酮体代谢系统，利用酮体作为能量来源。因此，酮体是另一个重要的能量来源，甚至可以为大脑提供能量。当人体以酮体为主要能量来源时，这种状态被称为酮症。保持这种酮症状态对于维持健康的身体至关重要。例如，有研究发现，胎儿和婴儿的血液中自然存在酮体。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人类从一出生就处于酮体代谢的状态，这是自然的状态。此外，酮体代谢饮食已被广泛用于治疗难治性癫痫患者。因此，作者强烈主张，通过转变为酮体代谢状态，能够带来诸多健康益处。那么，为什么酮体代谢能带来这么多好处呢？这可以通过回顾人类的生活方式得出答案。人类大约在600万年前作为灵长类动物诞生，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中，依靠狩猎和采集维持生活。碳水化合物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营养素，因此人类的长期饮食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常态。相比之下，人类广泛摄入碳水化合物是历史上非常晚近的事。狩猎采集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在日本列岛，直到约2300年前的弥生时代，大陆才传入了水田稻作技术，开启了农业生活。这意味着，在2300年前，日本人一直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日本大多数人在2战后才真正能够吃饱饭。战后白米得以充分供应，而日本的糖尿病患者数量开始大幅增加。实际上，寿命的延长并不是因为白米或米食的缘故。从人类历史来看，以狩猎采集为主的旧石器时代饮食的营养平衡，才更适合人类作为生物的身体和大脑。因此，作为基本的饮食方针，作者提倡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减少像面包和米饭这样的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尤其是小麦，它对大脑和身体的负面影响尤为显著。原因就在于它对血糖值的影响。研究表明，精致小麦制成的食品比米饭更容易引起血糖值的急剧升高。血糖值的剧烈波动会损伤血管，并可能导致动脉硬化等危险的情况。虽然米饭也会引起血糖值波动，但小麦的影响更为显著，大家应该牢记这一点。此外，小麦中还含有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成分，叫做麸质。麸质能够为食品带来良好的口感，但正因为它的粘性，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并对肠道黏膜产生炎症。这个炎症就是所谓的肠漏综合症。肠漏综合症指的是肠道黏膜受到损伤，肠内本应留在体内的物质从肠道漏出，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这种肠漏综合症被认为是多种疾病的潜在原因，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实际上，许多人在食用小麦后，会感到肚子胀气或脑袋迟钝。肚子胀气是肠道环境恶化的表现，
肠道环境的恶化会减少像血清素这类对大脑至关重要的激素的生成，最终脑力运转变得迟缓。这也是作者的观点。作者提到，在其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中，进行糖质限制的人在心理测试中的改善倾向明显优于那些没有进行糖质限制的人。因此，建议大家首先从减少小麦摄入开始，之后逐步尝试糖质限制饮食。那么，为什么过量摄入糖质对身体有害呢？正如之前所解释的，糖质饮食会加速大脑和身体的老化，原因在于摄入过多的糖质无法被作为能量完全消耗掉，剩余的糖质会转化为中性脂肪或 AGEs。AGEs 是由蛋白质与糖质结合后发生糖化所形成的物质。糖化的概念可能有些难以理解，可以把它比作身体被烤焦了。糖化与氧化和炎症并成为人体老化的3大原因，分别导致身体焦化、生锈和被侵蚀。这些都是极度加速老化的现象，尤其是糖化与血管老化密切相关。AGEs 在血管中生成后，会引发动脉硬化，导致血流不畅。人们常说人随着血管的老化而老去，这说明血管的衰老是老化的重要原因。血管的老化往往会引发全身老化，因此要避免摄取过量糖质来防止血管老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作者建议每日糖质摄取量应为30克。虽然我们之前讨论了糖质对身体的危害，有些人可能认为完全不摄取糖质更好，但作者指出，虽然糖质对身体不利，但完全不摄取糖质同样不合适。原因在于，红细胞唯一能利用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糖，因此人体每天需要大约180克糖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必须摄取180克糖质。人体的肝脏每天会生成150克糖质，供身体直接使用，因此实际需要从饮食中补充的糖质量为180克减去150克，也就是30克。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建议每日糖质摄取量为30克的原因。30克糖质大约相当于半碗米饭的量，超过这个量的糖质对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会转化为中性脂肪储存起来。因此建议大家记住，每天摄取30克糖质已经足够，适时调整自己的糖质摄取量，这样对健康更有益。接下来是第2部分，保持一生不得老年痴呆，提升最大化大脑性能的终极食物。正如在第1部分中提到的，请务必避免摄入过量的 Omega-6 脂肪酸。在避免过量摄入 Omega-6 脂肪酸的基础上，应该有意识地摄取优质的油脂，特别是 Omega-3 和 Omega-9 脂肪酸。稍后会详细解释为什么摄入优质油脂对人体有益。原因是优质油脂能够促进酮代谢。许多人可能担心摄入油脂会导致发胖，但请放心，人体不需要的油脂不会被吸收，而是会排出体外，因此多余的油脂不会转化为脂肪。大家可以放心摄取优质油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油脂的质量很重要。反复强调优质油脂，是因为油脂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如果摄入过多劣质油脂，会导致肠道内有害菌增多，从而恶化肠道环境。为了实现理想的酮体质状态，务必要选择优质的油脂。接下来让我详细解释什么是优质油脂。前面提到的优质油脂包括 Omega-3 和 Omega-9 脂肪酸。油脂根据其所含的脂肪酸可分为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多存在于黄油或猪油等固态动物性脂肪中，而不饱和脂肪酸则分为 Omega-3、Omega-6、Omega-9 3种类型，通常为液态油脂。其中建议优先摄取的油脂是 Omega-3、Omega-9 以及饱和脂肪酸。富含 Omega-3 的油脂包括亚麻籽油、紫苏油，以及青鱼、沙丁鱼等青鱼类。Omega-9 的代表则是橄榄油。需要注意的是 ，Omega-3 脂肪酸非常容易氧化，因此不要用于加热烹调。鱼类最好以生鱼片等方式食用。如果要加热，
建议选择较低温度的煮或蒸，而尽量避免高温油炸。相反 ，Omega-6 脂肪酸如果摄入过多，会对身体有害。Omega-6 脂肪酸的例子包括色拉油和芝麻油等。至于劣质油脂的代表，则是反式脂肪酸，存在于人造黄油、起酥油，以及以它们为原料的面包、蛋糕和油炸食品中。反式脂肪酸是最应避免的脂肪酸之一，尽量减少各种油炸食品的摄入，不仅仅是鱼类油炸食物。反式脂肪酸进入人体后，会融入体内和脑部的细胞膜中，而细胞膜的功能是调节细胞内外物质的流动，是细胞正常运作的关键。然而，当反式脂肪酸进入细胞膜后，会破坏这种平衡，导致细胞膜功能下降。此外，反式脂肪酸还会在体内生成活性氧，引发炎症和细胞氧化，进一步加速衰老。更糟糕的是，反式脂肪酸还会导致胰岛素抵抗，进而引发糖尿病。同时，它还会增加引发动脉硬化的坏胆固醇，并减少预防动脉硬化的好胆固醇。也就是说，摄入反式脂肪酸会增加诱发动脉硬化的风险，还会导致糖尿病、动脉硬化、炎症以及氧化，最终引发衰老。反式脂肪酸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应尽量避免摄入。它对细胞和血液有不良影响，可能导致大脑功能下降和生活习惯病的发生。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避免摄入有害的油脂，积极摄取优质油脂。那么，什么是优质油脂？为什么摄入优质油脂能够让我们的头脑和身体保持健康呢？这是因为优质油脂能够到达肠道，在肠内细菌的作用下分解为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是酮体的原料之一。通过摄取优质油脂，体内和大脑中的酮体增加，最终结合低碳水化合物饮食，能让身体转变为依靠酮体代谢提供能量的状态。简言之，身体转变为酮体代谢后，会生成高品质、高效的酮体作为能量来源，不仅能抑制大脑和身体的衰老，还能让大脑发挥其应有的性能。此外，优质油脂不仅能帮助酮体代谢，还能生成短链脂肪酸，保护肠道黏膜，抑制炎症，从而增强人体免疫力。肠道黏膜健康时，肠道菌群中的有益菌占优势，这又会进一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生成，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健康状况也随之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此外，摄入优质油脂的时间也很关键。研究发现，在早晨摄入优质脂肪能够激活大脑，提高全天的表现。作者推荐早上摄取 MCT 油、草饲黄油或特级初榨橄榄油等优质油脂。MCT 油是从椰子油或棕榈油中提取的中链脂肪酸，而草饲黄油则是由以牧草为食的牛的奶制成的，主要成分是短链脂肪酸。这些油脂最终会在肠道或肝脏中转化为短链脂肪酸。正如前面提到的，短链脂肪酸不仅能保护肠壁的肠内细菌和肠黏膜，还能进入血液，快速被送至大脑，成为大脑的能量来源。换句话说，短链脂肪酸是非常适合作为大脑能量的脂肪酸，而能够转化为短链脂肪酸的油脂就是优质油脂。接下来，我将具体讲解如何将草饲黄油和 MCT 油融入日常生活。首先，早上可以做一杯草饲黄油咖啡。黄油咖啡是在咖啡中加入 MCT 油和草饲黄油，充分搅拌后饮用，这样可以轻松摄取优质油脂。作者表示，自从开始饮用草饲黄油咖啡后，明显感觉到集中力增强，身体也不容易疲劳。草饲黄油咖啡不仅能提升大脑，还能提高身体的表现，强烈推荐大家试试。草饲黄油咖啡曾在硅谷工程师之间迅速流行起来，被认为能极大提高生产力。充满优质脂肪的这款咖啡，的确能从医学角度证明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这无疑是理论和实践都认可的最佳饮品。此外，据说草饲黄油咖啡的起源与西藏和蒙古的奶茶有关，
也有其传统的文化依据。在西藏和蒙古，黄油茶是生活在寒冷地区的游牧民用来保暖和活动的饮品。随着现代科学对其健康效益的进一步验证，草饲黄油咖啡的价值更加凸显。确实，第一次听到草饲黄油咖啡时，可能会觉得这个饮品有些陌生，甚至会怀疑它是否健康。但一旦实践后，效果很快就会显现。因此，希望还没有尝试过的人能够试一试，切身体验其效果。当习惯后，草饲黄油咖啡会变得非常美味，真可谓一举两得。接下来也简单提一下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质和蛋白质被称为三大营养素。虽然您对碳水化合物和脂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如果对蛋白质的理解不够深入，营养状况是难以改善的。本书中提到的优质蛋白质标准是蛋白质评分，还有一种相似的指标叫做氨基酸评分，但蛋白质评分被认为是更严格的标准。作者特别推荐的蛋白质来源是鸡蛋和咸子，当然除了这两种，还有牛肉、羊肉、青鱼、猪肉等也是高蛋白质评分的食材。作者也鼓励大家尝试营养均衡的草饲牛肉等多种蛋白质来源，但特别指出鸡蛋和咸子是特别推荐的。正如之前多次提到的，优质油脂其实是越多越好，因此在寻找蛋白质来源时，并不需要特别选择低脂肪的食材。很多人锻炼时喜欢避免脂肪，选择鸡胸肉等瘦肉，但如前所述，多余的油脂会被身体排出，所以没有必要特别避免脂肪。从氨基酸的平衡来看，鸡肉的优越性并不明显，因此除了特别喜欢鸡肉的人，其他肉类也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